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我们前几支的影片帮各位整理了我自己觉得养鸟之后啊，才反省出来、才领悟到的10件事情。然后我们有跟各位说啊，我们在底下留言区，还有我们之前在 IG 上募集到的问题啊，我们募集了鸟友们啊，在养鹦鹉之后啊，对鹦鹉改观的事情哦。那我们即将啊，要在这一集的影片里面啊，整理出来跟大家做分享。不知道我上一集帮各位整理出来的10个重点啊，有没有颠覆大家对宠物鸟的印象呢？如果我之前介绍的事情啊，有让你改观的话，那这一集啊，你也千万不要错过哦。那就让我们马上来看看忠诚的鸟农在服侍鸟宝之后，发现了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吧。好的，那这一支影片呢，我会把大家观察到的行为啊，分成2个类别。第一个啊是比较偏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他们互动啊所会遇到的事情。那第2个类别呢，就比较偏向是鹦鹉他们的生理反应。好的，那我们先以第一个类别啊，跟他们日常生活的互动啊来观察起。第一个观众啊，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啊，原来鹦鹉会认主人，跟狗狗一样。鹦鹉这种生物啊很聪明哦，它们平常啊其实都很认得啊是谁在照顾它们。日常生活中谁对它比较好，谁对它比较不好，谁比较疼它，谁有时候会偷偷的欺负它。其实啊，鸟宝它们心里啊都会默默的记住哦。鹦鹉这种鸟类啊，它们可能认的主人啊不只有1位，也就是说啊，平常啊在它们四周啊来来去去的人，它们可能啊都会透过它们的眼睛啊去记录下来，把它记在它们的脑袋里面。而这些身边来来去去的人呢，他们平常啊就对他们比较没有敌意。但是如果今天有陌生人来的时候啊，他可能啊就会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语言。但是大部分比较聪明的鹦鹉呢，他们都只会认一个主人哦。如果啊要以最忠心、最会认主人的鹦鹉来举例，那我们就一定要讲到啊非洲灰鹦鹉。非洲灰鹦鹉算是认主人的代表哦。他们一生中正常的状况下，他们只会认一个主人。当他们认定了这个主人之后，他就会对他非常的忠诚。可能其他的陌生人靠近他们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感受到非常危险的感觉，所以说可能会出现其他攻击的行为。但是对自己认识的主人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有些时候，灰鹦鹉啊看到其他人在欺负它的主人的时候，甚至啊会出现护主的行为，保护它自己主人的感觉。不过呢，这样非常忠心的鹦鹉，它也是有它的缺点的。它的缺点是什么呢？通常它认定了这个主人之后，它就会把这个主人当作它心目当中的情人哦。什么是情人呢？就是啊，去到哪里他都想要跟着他，无论什么时候啊都想要在一起。但如果他们啊把主人当作情人之后，可能啊我们有时候外出啊去出差，甚至去上班的时候，他看不到他自己的情人，那他的智商啊又非常的高，他的心理上面啊都会呈现很焦灼、焦虑的状态。这个时候啊就会衍生出我们之前影片里面都有一直提到的行为异常。像是啊大声的鸣叫，有时候这种大声的鸣叫，我们就可以去联想一下，会不会是我们家的鹦鹉啊太黏人了，它太想要找人，想要找到它的情人，所以说啊，它用大声鸣叫的方式啊来去呼喊，来去吸引主人的注意。那此外，比较高智商的鹦鹉，像是非洲灰鹦鹉啊，或者是啊金刚的鹦鹉。有时候啊，他们很认定一个主人的时候，当他们的心里面啊感受到啊他们自己可能有点被冷漠，那他们就有可能啊会去咬毛哦，让自己的羽毛啊变得比较丑，试图啊想要去博取主人的关爱。再来要提到一点哦，鹦鹉啊如果被送养的时候啊，更是非常有可能会产生他们心理上面状态异常的一个时间点。当这种非常聪明的鹦鹉，他们认定一个主人之后，他再也得不到原本那个主人的关爱，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心理啊就会非常的不平衡。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来说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比较敏感的鹦鹉啊，他们就会开始性情变得很不稳定哦，比较容易暴躁。而且啊，他们在换了一个主人之后，他们跟主人的互动状态啊，就可能不像他跟原本主人互动那样子熟悉。那只要对他们产生影响之后啊，通常啊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修复。这一点呢，也是要请各位特别注意的。好的，那接下来下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也是在 IG 上面募集到的一个留言哦。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啊，他以为啊养鹦鹉，但是啊他根本就是养到锁匠。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可能很多养过鹦鹉的人啊都有这样子的印象哦。我们家的鹦鹉啊，有时候啊是不是会自己偷偷的开门？鹦鹉它们的嘴喙结构啊相当的有力量，而且啊它们的智商啊也非常高，所以说啊它们如果想出来的时候啊，可能会想尽各种的方法来去逃脱这个门。它们啊是一种智商非常高的鸟类哦，很多人在养鹦鹉之后啊才会知道，鹦鹉它们非常擅长开门哦，所以很多养鹦鹉的人都知道啊，他们要在门外面啊再多扣上一层锁，这样子才可以确保鹦鹉是安全的状态。
特别是中大型的鹦鹉，它们的智商更高哦。有时候啊还会出现一些互助合作的行为，像是一只鹦鹉啊帮它们把笼子打开，那另外一只鹦鹉就趁这个时候啊跑到外面。这些状况啊在网络上我们也都可以查阅到，也代表着这些状态在我们自己家的鹦鹉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在养鹦鹉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它们很聪明，所以啊也要更加的警惕自己。也要多加一层锁，才可以达到双重的保护哦。但是也是有一些鹦鹉啊，它们比较没有那么调皮哦。其实一辈子啊，它们也不想要离开这样子的一个舒适圈。各位也是要观察自己家中鹦鹉的特性啊，来去选择啊，来照顾鹦鹉的方式。再来，我们如果有时候带它们出门的时候啊，我们给它们上一些飞行绳，这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它们可能啊无聊的时候啊，都会去东摇摇西摇摇，可能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把它们脚上的链条啊给解开。当它们受到惊吓，或者是啊它们感觉到自己好像自由的时候啊，可能啊就扑一下，然后就往外飞了。如果我们没有特别注意这一点的话，鹦鹉可能啊在野外的时候就不小心飞走了。那这时候啊，鹦鹉也就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危险。各位如果要带鹦鹉出门使用飞行绳，最好啊也都是在家里啊先试用，先去测试看看啊这只鹦鹉它们的解锁能力如何。而且如果真的带到外面的时候啊，我们也要随时的观察鹦鹉的状况哦，不要不小心啊让鸟宝自己把锁给解开了，跑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把鹦鹉给找回来啊，难度啊就是难上加难了。这一点请各位特别注意哦。好，那下一个留言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养鸟之前啊，他觉得鹦鹉不像其他猫猫狗狗互动起来那么有趣，但是养了之后发现其实啊，它们也很能玩哦，互动感啊绝对不输给其他大型动物。那讲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自己也非常有共鸣哦。因为啊，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可能很多人啊对鸟的印象啊，就是把它们关在笼子里面观赏用。但是其实啊，我们如果努力跟鹦鹉培养感情，鹦鹉它们也是可以达到很棒的宠物性的，它们的互动性啊更不会输给其他的宠物。鹦鹉它们很黏人，有的啊也很会才艺表演。虽然说啊，我们如果从平常的外表上面来观察，感觉不太到它们的脸部表情，但是它们内心的情绪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一些品种啊，它们就特别的活泼，宠物性啊也很好，像是所谓的西密鹦鹉，还有巴丹、凯克、小太阳这些品种啊，它们都特别容易亲近人，个性啊也非常的活泼哦。当然啊，品种的部分啊也都只是参考，想要获得一只啊宠物性非常好的鹦鹉，不只是在品种上面可以做选择，最重要的是啊，我们以前影片讲到要从幼鸟开始养。对它们呢，从小开始培养感情。鹦鹉里面也有所谓的硬壳效应，如果从幼鸟开始养的话，它们跟人的感情啊就会更加的深刻。我们只要付出啊足够的耐心以及爱心，就可以啊在养鹦鹉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事情，也可以深刻的观察到啊鹦鹉对我们的很不一样的感情关系。我也深深的相信，每一只鹦鹉啊都可以成为你最佳的玩伴哦。好的，那下一个留言啊，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样子讲哦，他说其实啊，鸟某部分啊跟猫很像，例如可以吸跟。我什么都没说。好，那这个留言呢，其实也非常有趣。在养了鹦鹉之后，我认为鹦鹉的个性啊，它们有一点介于猫狗之间。有时候啊，它们拥有了狗狗活泼、很有活力的感觉，更具有像狗狗一样啊很良好的互动性。但是至于它们的个性部分啊，有时候啊也很像猫哦。他们的个性有时候会比较偏执、比较固执一点，而且有时候啊更是会耍一点小任性。所以说，有些人也会讲哦，养鹦鹉他们可以算是3种愿望一次满足。各位养过鹦鹉的鸟友，是不是也这样子觉得呢？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好的，那我们前面讲到，我们会分成2类来讲。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2类的行为，也就是啊比较偏向鹦鹉它们自然生理现象的一些行为。好的，那第一个留言呢，他是这样子讲的哦，他说啊他在养鹦鹉之后啊才知道啊鹦鹉它们是夜盲哦。鸟类啊它们的视网膜啊有2种不同的功能。鸟类它们的视网膜啊有2种不同的视觉细胞，像视锥细胞以及视感细胞。视感细胞这个东西，它们对光线的明暗是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敏感，而视锥细胞就是负责啊光视觉的部分，是用来啊分辨色彩的功能。所以说，鹦鹉它们的夜盲啊，其实啊跟它们的视感细胞比较有关系。鹦鹉这种鸟类啊，它们是属于日行性的鸟类。视感细胞分布的比较少，所以说啊，鹦鹉我们会观察到它们在夜晚的时候啊，其实是看得比较不清楚的。反之，有一些夜行性的鸟类啊，它们的视感细胞啊就特别的发达，像是猫头鹰等等的鸟类，它们啊在夜晚的时候反而是看得更加的清晰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也就造就了这个留言区里面提到的，他们觉得他们在养鹦鹉之后，发现鹦鹉的夜盲的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到夜晚的时候就变成瞎子啦，只是啊在晚上的时候去看鹦鹉啊，去跟他们玩的时候。
之后，会发现鹦鹉好像没办法分辨自己的主人哦，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攻击的行为，因为它们在眼睛看出来的世界里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办法清晰的分辨是不是它自己的主人。这一点也是这个鸟友他在养鹦鹉之后才发现的事情。好的，那下一个留言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留言它是这样子写的哦。有地域性的鹦鹉，它的地盘只给主人靠近，其他人靠近或者是伸手都会被咬。鹦鹉它们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们的地盘性非常强。它们在野外很会顾自己的地盘，很多野生的动物都一样，不论是哺乳类或者是鸟类，它们都有自己的地盘性、地域性。而每一只鹦鹉，它们对它们自己的地盘认知都不同。有些鹦鹉是认为说，它们的笼子四周围是它们的地盘，只要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们可能就会产生大声鸣叫，或者是想要攻击那个人的行为。像是家里如果出现陌生人的时候它可能都会想要把他赶出去。看到门外如果有一个陌生人走进来也会发出大声的鸣叫声来去赶走这个陌生人。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在养鹦鹉之后才会发现鹦鹉它们地盘性非常厉害的这个特色。好的，那下一个留言他是说，他很难看出鹦鹉有没有生病。的确鹦鹉它们生病是比较难观察的，因为鹦鹉它们生病的征兆其实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说我们要很细微的观察才有可能提早的发现鹦鹉它们生病的前兆。鹦鹉这种鸟类呢，它们在大自然当中算是一种被掠食的动物。为了要存活下来其实它们很不会去表现出它们生病的感觉，因为只要被掠食者发现这只鹦鹉它有生病，它就更有可能被掠食者吃掉。所以因为演化下来鹦鹉它们就很容易去掩藏住自己生病不舒服的感受。虽然说现在的宠物鹦鹉它们比较不需要去躲避敌人了，但是因为天性的演化，它们也就造就了很容易去掩藏自己病情的一个个性。所以说通常等到很明显我们看到它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它们的病情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所以说这里也会建议各位鸟奴可以带鹦鹉定期的做健检，平时在照顾它们的时候也可以多观察，生病的时候只要提早的察觉，其实治愈的几率都是很高的哦。好了，那下一个留言它比较长，来帮各位念一下他说，真的养鹦鹉比养猫狗更麻烦。他们吃的、玩的、用的都要很仔细的看好，避免他们生病或受伤。每天也都要清理便盆、洗水杯跟饲料碗。放风出来，我也一定要看着它。有时候地上有一些小碎片之类的，我会马上冲去把它嘴巴里面的碎片给拿出来。只是它通常都会跑给我追，而且大便在我身上就马上飞走，真的非常的皮。我非常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所以养鹦鹉一定要好好的做功课，不要因为看起来可爱会说话而就随便的买下它。鸟类这种体型很小的动物跟哺乳类比起来其实是脆弱非常多的。为了去提供它们飞行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说它们的骨骼是空心的，它们的体重才会比较轻，再加上它们的体型小，所以说它们如果受到一些外力的撞击它们受伤的程度是会更高的。放风也很多时候会产生被踩到或者是压到的情况通常这样子都是惨不忍睹的，也有可能在家里飞来飞去的时候飞到像是厨房这样子危险的地区。鹦鹉只要不在笼内都需要有人紧紧的看着，也千万不可以让鹦鹉单独的放风。跟猫狗比起来的确是比较麻烦，但是这些也都是为了鹦鹉的安全着想，各位也千万不能偷懒哦。好了，那下一个留言我也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留言他是说他养鹦鹉跟养猫狗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母鹦鹉会生蛋，好像鹦鹉也没有结扎这件事。第一次养鹦鹉就刚好是一公一母的爱情鸟，于是就繁衍了后代。朋友只养一只小太阳，原先他以为是公的，直到他下蛋的时候才发现。各位鸟奴是否曾经想过帮自己家的鹦鹉结扎？鹦鹉它们是很不建议结扎的，因为鹦鹉它们的体型比较小，对于结扎的风险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说一般的兽医师都不会建议鸟类进行结扎的动作。而且鸟类它们的生殖系统是位于它们的身体当中的，跟哺乳类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说结扎的风险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各位想要避免鹦鹉它们产生这些繁殖上面的问题，像是生蛋上面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带它们去验公母来去确认它们的性别，而避免它们有交配的机会。如果你养到的是母的鹦鹉，你不想要它们一直生蛋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小方法的。例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笼内当中的巢箱先拿掉，或者是像帐篷之类的东西先拿掉。如果它们开始对特定的物品吐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把那个东西拿走。还有也可以增加它们睡眠的时间。以上这些方式都是兽医师亲自建议各位鸟奴可以去做的一个实际方式，用这些方式来去缓解鹦鹉发情的行为。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议题。
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其实鹦鹉啊，它们会帮自己的羽毛上面上蜡，是不是很多人在养鹦鹉之后啊，都觉得鹦鹉它们的羽毛啊油油亮亮的，好像是上过蜡一样哦？其实鹦鹉它们在尾巴的地方啊，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尾脂腺，这样子一个腺体啊，它是非常特殊的。当我们家的鹦鹉它们在整理羽毛的时候啊，会用它们的嘴喙啊来去碰这个脂腺，用这个脂腺所分泌出来的油脂呢，来去涂抹在自己的羽毛上面，用来啊滋润它们的羽毛，保养它们的羽毛，也就造就了鹦鹉羽毛啊有一些防水的效果，是不是很神奇呢？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哦。那收集啊各位鸟友的留言，各位养鸟之后啊才会发现到了几件事情。其实伴侣鹦鹉在台湾目前啊还是以猫狗是最大宗的，全世界啊也一样。而犬猫它们的资料啊知识啊也都相对的比较容易取得，但是鸟类它们的资讯就相对的比较少了，所以说啊很容易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例如之前讲到的鹦鹉的互动性，其实啊不是所有的鸟啊都跟鹦鹉这种鸟类一样啊活泼爱玩，这其实跟鸟性还有它们的基因以及啊它们被驯化的程度啊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啊许多人不知道鹦鹉啊有所谓的领域性，常常啊都会被鹦鹉咬得不明不白，甚至啊以为鹦鹉变凶了。其实啊有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才会发现说，是不是我们自己侵犯到鹦鹉的地盘了。再来我们也提到鹦鹉它们的视力、它们的夜盲的问题，也都是跟其他宠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最后我们也提到了鹦鹉它们的羽毛啊会透过油脂来保护，所以我们在帮鹦鹉洗澡的时候啊，尽量不要用热水或者是啊任何洗洁剂的东西，这都有可能会去破坏鹦鹉它们的羽毛结构，还有它们的油脂保护羽毛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尽量啊不要用吹风机吹鹦鹉，因为这样子比较热的温度呢，可能会去溶解它们上面的油脂。最理想的状态啊，就是给它们在大太阳的时候洗澡，然后啊用清水洗就好。洗完之后呢，带它们去晒晒太阳，且晒太阳啊更有助于钙质的吸收，对鹦鹉而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集影片啊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大家在看完这集影片之后，是不是对鹦鹉这种鸟类啊又更加的了解一些了呢？欢迎各位啊在底下留言分享哪一位鸟友的留言啊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是最有共鸣的，或者是啊你有哪些更特别的发现，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如果想要添购任何鸟宝的玩具的话，也可以到鹦鹉小木屋认证的虾皮卖场逛逛。如果想要成为鹦鹉小木屋的访客的话，也不要忘记追踪鹦鹉小木屋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我们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与消息。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